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说起糯米，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，但却又不知道用它可以制作什么美食。其实糯米除了可以做八宝糯米饭、包粽子以外，还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美食。糯米不要只会用来包粽子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，我们村一位90岁奶奶的拿手绝活，隔三差五吃一次，好处多多。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适量的糯米，将糯米淘洗干净。谷物是我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而糯米更是其中的瑰宝。糯米虽然是米，但却跟普通大米完全不一样，它本身自带一种粘性，吃着口感是不同的。清洗干净，将糯米浸泡着。接着再准备一把花生，将花生清洗干净。花生作为大家很喜欢的一种干果，可炒、可煮、可炸，富含不饱和脂肪酸、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营养丰富，口感清香，老少皆宜。我和家人就非常爱吃花生，我也爱变着方法发掘花生的各种吃法。接着再准备一把白芝麻，一把黑芝麻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将它们清洗干净。这里用到的食材，大家根据自己需要的量准备就好，没有固定。将芝麻淘洗干净，洗去表面的灰尘杂质。洗干净，用漏勺控出水分，先放在一旁。接着锅中不用放油，将花生放入锅中，先开大火把表面的水分炒干。炒干之后，再转中小火继续翻炒。在炒花生的过程中要有耐心一些，火不要开得太大了，防止把花生炒糊了。炒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拌，让花生受热均匀，一直将花生炒至变色，在锅中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就像视频中这样，将它盛出来放入盘中放凉。接着再把芝麻放入锅中，开大火炒干芝麻表面的水分，再转中小火将芝麻炒熟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 对您来说这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将芝麻炒着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就说明芝麻炒好了，将它放在一旁放凉。接着准备一把红枣，加入清水把红枣打湿，再加入一勺面粉，下手把红枣抓洗干净。红枣的表面有很多褶皱，很容易藏污纳垢，简单的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，而面粉的吸附力比较强，加入面粉就可以轻松的将红枣清洗干净。抓洗大约2分钟，再换清水把红枣多漂洗2遍，直到水变得清澈，就说明洗干净了。将它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，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顺便去除枣核。再改刀将它切成小颗粒，不用剪得太碎，有一些颗粒感，吃着会更香。大家也可以直接用刀将它剁碎。现在花生已经放凉了，用手搓一搓，将花生的外皮搓掉。花生的外皮全部搓下来之后，
用一个漏勺过滤出来，放入破壁机中，再把芝麻也加进来，然后将它们打碎，打好倒入大碗中，再往里边加入适量的红糖，把红枣碎也加进来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使食材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然后往里边加入20克软化了的黄油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取一点馅料放入手心，将它搓成一个小丸子。就像这样，全部做好之后放入盘中。接着往碗中加入适量的糯米粉，再加入适量的面粉，面粉大家也可以换成大米粉，然后加入1勺白糖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再往里边倒入热水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一边搅拌一边加入热水。如果搅拌的过程中感觉稀了，可以再加入一点糯米粉，太干了就可以再加入适量的清水。搅拌成这样的面絮状之后，下手将它揉成一个面团，揉成这样一个光滑的面团就可以。现在来看看糯米，用手轻轻一捏就可以捏碎，就说明已经泡好了。将它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。接着取下一点糯米面团，将它搓圆，再整理一下，将它按扁，按成一个薄一点的饼皮。放入做好的花生芝麻馅，放在虎口处，把收口收紧，封口处一定要捏紧实了，防止馅料漏出来。然后再将它搓一搓，搓成一个小圆球，就像这样。再给它的表面裹上一层糯米。裹好之后，用手搓一搓，让糯米粘得更加紧实。全部以这种方法做好，然后放入蒸锅中。放的时候中间要留一点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盖上盖子，开火蒸上35分钟。时间到之后，我们看看糯米中间没有白心，就说明已经熟了。现在这个糯米花生丸子就做好了。蒸好的糯米丸子出锅后，可以看到丸子表面晶莹剔透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可以稍微放凉一些，这样丸子会更加软糯可口。吃上一口软糯清香，夹杂着花生芝麻的香味，还有黄油的浓郁香味。吃上一口特别满足。我们一次性可以多做一些，吃不完放进冰箱保存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蒸一蒸，这样第2天的早餐就有了，简单方便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